我的男友杜宇爱上了我的资助对象，他对我说：罗淼，月月那么柔弱，他才是那个需要帮助的人。你不就是因为他需要帮助才资助他的吗？我是资助了一个女生，可我没想叫她帮到他的床上去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上大学的时候，女星孙某资助出一个白眼狼男大学生的事情，全网皆知。我却对资助贫困学生上大学这件事感了兴趣。我资助了一个叫张月的高中女生。张月告诉我：淼淼姐姐，等我考到你的城市，我也要做一个像你一样的人。我以为她会努力成为像我一样帮助别人的人。我想多了。大四那一年，张月考到了跟我同城的一所大学。资助一个大学生跟资助高中生完全不一样，我手里的钱也开始紧张。男友杜宇见我有些愁眉不展，问我：你怎么不高兴？我惹你了吗？我把自己资助一个高中生的事情告诉了他，已经资助2年了，读书可以改变他的人生，我不想放弃。你笨啊，你不会叫他找一个兼职工作，这不仅能赚钱，还能有收入，你也能缓解压力。杜宇听完我说的话，伸手在我头顶敲了2下。你是没有兼职过，所以不知道，兼职2个月，下1年的学费就够了。你只要资助他头年的学费和生活费，之后每月补一点生活费就可以了。资助不是包揽一切。你说的对，我家的生活条件还不错。大学4年非但没有兼职过，还有余钱资助一个学生，没有兼职经历。我特意找了几个经常兼职的同学，问问他们大一女生都能有什么样合适的兼职。杜宇说道：他出来上大学，家里多少也是能给一点钱的吧。我没想那么多，整理了可以兼职的项目，我直接在手机上发给了张月。大一的课程不紧张，你一边上课一边兼职，可以攒够4年的学费。你在校期间，我仍然会负担你部分生活费。好的，淼淼姐姐，我不会叫你失望。张月答应得非常爽快，我很欣慰。张月不是一个只会等着别人帮助她的人。到了每月给张月发生活费的日子，她没收我的生活费。淼淼姐姐，我的钱够用了。第3个月，张月也没要我的生活费，我们之间的联系开始变少。我去张月的学校找她，她的舍友告诉我张月不在，其中一个女生告诉我，张月跟男朋友去图书馆了。大一就找男朋友，不奇怪，只要不耽误工作和学习就可以了。我问女生：月月在学校的学习怎么样？女生告诉我，张月的学习还不错，张月有兼职，学习不错，还交了男友，没空联系我，情有可原。我回到学校继续忙我的毕业论文。毕业之后，我跟杜宇进入同一家公司实习。为了方便上班，我们在公司附近合租了一套公寓。好久没联系张月了，也不知道她现在过得怎样。吃饭的时候，我问杜宇，我们这公寓距离他兼职的地方不远，我叫他过来吃饭吧。杜宇吃着饭，随口回答我，他已经成年了，而且他要兼职，要上学，哪里有空出来玩。我以为杜宇只是不想叫张月来我们的公寓，也没多想，更没看出来，在我说出张月的兼职在附近时，他脸上的不自在。我就顺口一说，他现在完全能负担他自己的生活了，我可真是松了一口气。这些年，我的奖学金、各种获奖的奖金几乎都花他身上了，以后等他有能力了，叫他还。杜宇看了我一眼，你没钱了，要不然房租我能跟你吃饭也是
以后我就是坐等发工资的月光族，资助出一个大学生，我很得意。要不叫张月也搬过来住，他省一份生活费，也能跟我们分摊房租。杜宇说道：“你不是说这里距离张月兼职的地方比较近吗？等张月这个学期结束，我去跟他说这件事。现在已经交过了住宿费，没必要叫张月多分摊一份租房费。等他住过来，你不能在衣冠不整在的家里走来走去了。”杜宇一滞，委屈地道：“天热吗？我只是没穿上衣而已，而且我穿了老头衫。张月一个女孩子跟我们合租在一起，很不自在的。万一她带男朋友回来，你这样不是叫她男朋友乱想吗？反正有3个卧室，我一个，杜宇一个，张月住一个，完全没问题。我们2个才是情侣，她住过来了，该是我不自在。连跟你多说2句话都有个灯泡盯着。”杜宇更委屈了，那就不叫他过来了。看着他这个样子，我觉得好笑。提出叫张月住过来，跟我们分担一部分房租的，不正是他自己吗？后来我才知道，好笑的是我而已。我和杜宇在同一个公司，不同部门，经常在公司碰不到面。我们也默契的没有在公司暴露是情侣的事实。我去杜宇的部门找他，没看到杜宇。他部门的同事告诉我，今天杜宇休息，不用来上班。早上明明是我们2个人一起来的公司。我带着满肚子疑惑，掏出电话打给杜宇：“杜宇，你在哪里？我们一起出去吃午饭吧，我现在来你部门找你。”杜宇的声音带着一丝慌乱，他赶紧解释道：“我在外面送文件呢，距离公司挺远的，办完事我就直接回去了。”“那好吧，我自己去吃饭。”我独自找了一个地方吃饭，窗外一对男女的身影吸引了我。女的装扮时髦，单看背影看不出来是谁。男的我太熟了，是杜宇。他们2个从旁边的购物商场出来，杜宇一手提满了购物袋，一手揽着时髦女郎的腰。一瞬间，我有想冲出去质问杜宇的想法，问他为什么明明是在别的女人逛街，却要撒谎。但是我没去，我颤抖着手，拿出手机对着他们拍了几张照片，又拍下小视频，2个人都没露脸。我如果去质问杜宇，他完全可以说是我看错了。那是杜宇，我们从校园恋爱走进社会，他的一言一行我都非常的熟悉。看着他们钻进出租车离去，我整理了一下情绪，平静地吃完饭，回到公司又上了半天班。和杜宇谈恋爱，我是奔着结婚去的，所以我也希望是自己看错了。说实话，我不想放弃和他的感情。下班回到公寓，杜宇正在厨房做饭。我今天回家早，来尝尝我的手艺，3菜1汤，欢迎品尝。家里一切如常。我把3个卧室看了一圈，没看到购物袋，可能今天真的看错了。我在心里安慰我自己，今天心情这么好，有菜有汤，那当然了，可以早下班。也不是常有的事情，尤其是我们这种社畜。杜宇没走出厨房，他心情了很好的哼着歌。我回到我的房间，从衣柜拿家居服，打开衣柜门时，我的手一顿，有人动过我的衣柜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心理，我看向了身后的床，床单铺得平平整整，但是我的枕头明显被人移动过了。杜宇会翻我的东西，你不赶紧洗手准备吃饭，在发什么呆？杜宇在房门外敲了下门，一个不随便踏入别人房间的人，知道礼貌敲门的人会翻我的东西。我的房间里又没有什么贵重物品，只有一些换洗衣物而已。我在想，该买几件新衣服了。你什么时候陪我逛街吧？我从衣柜里拿出了家居服。杜宇识趣地关上了房门，在门外说道：“行啊。”
只要你不嫌弃我的眼光不好，我只负责提包，不负责参考。我在网上看过不少不良房东或是不良前租客的故事，排除杜宇的嫌疑之后，我疑心自己是不是遇到了变态。我在微信上问房东：“今天你有没有来过房子？”房东先是发了一个，过了一会，他给我打了一段话：“姐姐，我在国外读书呢，哪里有可能回房子？房子有问题吗？如果你觉得不对劲，及时报警。”我就随便问问，以为你应该过来找我谈涨房租的问题了。我随便找了一个理由。当初租房的时候，年轻的小房东就说见面商议问题，比较有诚意。我暂时不回去呢，你很爱护我的房子，不给我房租也可以。小房东发了一个猫猫打呵欠的表情，刚熬夜做了一个课题，要睡觉了，晚安。我忘记了房东那边跟我有时差，确定了房东不会莫名其妙出现在我的房间，可以怀疑的对象就只剩下杜宇一个人了。他是知道我的房间没有贵重物品的，来我的房间做什么呢？淼淼，我要去网吧玩游戏，你要不要一起去？房门被敲响，杜宇站在外面，并没有打开门。我说道：“明天还要上班，我要早睡早起。”入户门被人打开又关上，我出门看到杜宇的鞋子不见了，赶紧换上了一双平底鞋，跟了出去。杜宇一直在看手机，不时在发语音信息出去。期间，我的手机并没有响起。我跟在他的后面，看到他上了一辆出租车之后，绝尘而去。我朝小区大门右侧看了一眼，彩色的霓虹灯组成了网吧两个不停闪烁的字。这间网吧看着不起眼，实际上已经在这里举办了几次网络游戏大赛，专业的电竞设备吸引了很多电竞少年。当初我和杜宇为了租合适的房子，在公司附近转了很久，直到看到这间在小区门口的网吧。杜宇进去网吧看了一眼，出来之后兴奋地对我说：“淼淼，我们就租这个小区的公寓吧，距离公司也近，还有这间网吧，简直就是为我量身打造。”而那个自称上网玩游戏的人，却坐上了一辆出租车走了，目的地不知道。我唯一知道的是，杜宇撒谎了，他可能出轨了。我站在小区的门口发呆，一辆车停在我身边。罗淼，你站在这里发什么呆呢？车里坐着我跟杜宇的上司秦瑜。我失魂落魄地望着他。老大，刚刚开走的一辆出租车，你能带我追上吗？我要说不能，你会不会很失望？秦瑜打开了副驾驶的门。你要是不怕男朋友生气，我带你去兜个风，我负责把你送回来。我坐进副驾驶座，情绪很不高。杜宇可能出轨了。秦瑜摇起车窗，打开了车里的空调，一边开动车，一边说道：“是不是你误会什么？”没有误会，我拍到了他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照片，抓拍角度不好，没法质问他。刚刚他说去上网玩游戏，我不禁自嘲地笑了笑。我可能《甄嬛传》看过太多遍，疑神疑鬼的把照片给我看看。秦宇表情平静，霓虹灯映进他的眼眸里，他虚幻的不像是真实存在的事物。我感觉从中午开始，我自己就像是在梦游。不过我还是在等红灯的间隙，把手机的相片拿给秦瑜看了一眼。秦瑜快速扫了一眼，如果证实他出轨了，会不会影响你在公司的工作？不会，我刚刚的情绪不对，是因为我想到他一直对我很好。昨天我们甚至还在规划未来的生活，我就想知道，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，他开始用撒谎代替聊天，又是怎么做到一边跟我畅想未来，一边跟别的女人出轨？我慢慢红了眼圈。我其实并不是个爱哭的人，
相反，我是个很注意规划自己生活的人。杜宇的行为超出了我们的规划。秦瑜的脸上莫名的有一丝愉悦，没想到你还是人间小清醒。我的心中顿时警惕，你可不是随便夸人的人，有什么话你直说吧，先带你兜风。秦瑜把车开到河沿上，他用手指轻轻敲打着方向盘。这地方可以看到不一样的景色，这里可以看到城市灯火绚烂的睡眠倒影，一道河水隔开了繁华的人间烟火和另一边的宁静，仿佛不属于同一个世界一般。现在可以说了吧？我对秦瑜的平静很是不解。以你的毒舌和腹黑，我不相信真有事情。你一直憋着，什么都不说。秦瑜轻笑一声，他转过头看着我，也没想瞒着你，就是不知道怎么给你开口。既然你已经发现杜宇出轨了，那我就告诉你吧。你推荐他入公司的时候，帮他说了不少的好话。起先的时候，他也挺努力工作，后来他迟到早退，工作的时候也不认真，多次出现疏漏。多次，我从来没有发现杜宇有哪里不对劲。我从没过问他的收入，如果我过问了，可能早就发现端倪了。我也遇到过几次他陪着一个女孩，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出轨，只看到两个人一起逛街吃饭，就告诉你说他出轨了，太过望风捕影。秦瑜说完，看着我，现在你能确定他出轨了吗？其实我真心的希望这一切仍是误会，但是细想起来，杜宇也不是没有迹象的，似乎是从我大三开始。学长，谢谢你。其实我不太难过，谢我做什么？我等着你人赃并获之后，给我一个趁火打劫的机会。秦宇打开车门，下了车，他拿出一支香烟，放在鼻下闻了闻。我从另一面下车，拿过秦宇手里的烟，叼在嘴上，从口袋里拿出了打火机。对不起啊，师兄，我做不到两段感情的无缝衔接。或许他没出轨呢。秦瑜深深看我一眼，从我手里拿走烟，灭在车里的烟灰缸里。我要的是机会，上车，陪你去网吧玩几局游戏。希望你明天仍旧精神饱满的好好工作，别因为私事影响情绪。这次你不要冲太快，冲到前面都是给我送人头的。我特别喜欢打领头的那个。我们在学校的时候就常在一起玩游戏。秦瑜那时候带着一群男生练习技术，要参加网游大赛。我的技术特别烂，却每次能叫刚刚闪现的秦瑜落地成盒。因为玩游戏认识，后来我们是同一个导师，现在也是同一个导师。跟秦瑜在网吧里玩了1个小时游戏，我们各自分别。我回到出租房，杜宇没有回来。我掏出我的手机看了一眼，手机没有杜宇的任何消息，倒是张月更新了朋友圈。张月说，男朋友来看我了，好幸福。配图是一支蜡烛，更新时间在1个多小时之前。我给张月发微信，交了男友，不给姐姐看看吗？张月没回复。我看着聊天框上的对方正在输入，心里不知道为什么不舒服起来。聊天框里始终没有新消息，但杜宇却给了我一个消息，再玩半小时就回来。我回复了1个字，好。杜宇没有在半个小时里回来。以往他在网吧玩游戏也会通宵的，可我知道他没有真的玩游戏。我拿了一个包，把自己的贴身衣物收了起来，给杜宇发了条信息，告诉他我要出差1星期，同时给秦宇打了一个电话，我回学校做1星期的课题。别人问就说我出差了，秦宇一口就答应了。你也该回去做课题了，不然你的研究生没法毕业了。老师还想带1届硕士和博士，他希望有你
就辛苦师兄帮我圆谎了。我把难题丢给秦瑜，我知道他一定会答应我。我们公司跟老师的课题组有合作，老师的研究成果，公司一样重视。你是老师重视的学生，自然受重视。实不相瞒，老板已经问我好几次，你是不是不打算课题研究了？怎么可能？我现在的实习也是为课题积累数据，没有实践就没有发言权利。我在给自己积攒发言的资本。挂了电话，我拦了一辆出租车回了学校。在我跟老师研究课题时，杜宇给我发了一条信息：注意休息，回来之后给你做好吃的。看吧，一个爱与不爱，从他的每一个字眼里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以往我要是离开杜宇半天，他的电话和短信回一直如影随形。我没理杜宇，看了一眼手机，便把手机静音放进口袋。导师欣慰地望着我：你没被爱情弄昏头脑，我很高兴。老师，我从头到尾就没有放弃学习，去实习也是为了实验数据更可靠。对比了几家公司，我拿出自己收集的数据交给导师。我研究生论文就想做这个，等我论文答辩之后，我希望能跟着老师学习，继续提高学位。导师看到我记录的数据，又惊又喜。好，很好，可我一点也不好。离开实验室，我拦了一辆出租车，回到我跟杜宇合租的公寓。在楼下，我看到了家里的灯光，打开房门，地上东倒西歪的4只鞋子，叫我的眼前一片恍惚。男鞋是杜宇的，2只鞋跟又细又高的高跟鞋，绝不是我的鞋子。从我的房间传来男女不堪入耳的声音，门缝没有关严。我拿出手机，调到拍照模式，一手打开门，一手对着床的位置连拍几张。一男一女慌乱地找东西遮挡自己的身体。男的是杜宇，他气急败坏：罗淼，你在干什么？居然倒打一耙！我把照片传进云盘。杜宇，正式通知你，我们分手了。3天之内你搬出去，房东会过来收房。罗淼，杜宇用衣服挡住身体，试图过来拉我。我转头就走，毫不留恋地离开了这栋公寓。刚刚在那女人找东西挡脸的时候，我看到了她的脸。我陷入了跟某女星一样的怪圈里，一时好心的资助，却养出了一只白眼狼。我的手机拼命地响，杜宇一直给我打电话、发信息，我一概不理，只给在微信列表里找到张月，给他发了一条信息：3天之内把我的钱都还给我，不然我不介意叫你的大学、母校、你的父母知道你是怎样的白眼狼。张月给我回复信息：淼淼姐姐，我没钱。我毫不客气地说道：还钱，1分不可以少。我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随后我把所有的转账信息全部发给了他。张月很会卖惨：淼淼姐姐，你知道我的情况的，我怎么可能有钱还给你？你拖到玄关的蒂芙尼，床边的香奈儿，还有你背的蔻驰包，可不便宜。刚刚拍照的时候都入镜了，你可别说这不是你的东西。我拍到你白天穿着它们购物，牵着我的前男友。3天，杜宇滚出我的出租屋，你把我的钱还给我。我不想威胁张月，可我也不想白白做冤大头。我发了几张照片过去。资助张月的时候，我从来没想过问他要回自己的钱，也没想过要他的报答。但是现在我1分钱也不想叫张月占便宜。手机收到一个陌生的号码来电，我猜测是杜宇，接了起来。杜宇不满地道：张月已经够可怜了，你怎么能逼他还钱呢？你这么善良，你替他把钱还给我。我准备挂电话，杜宇却大声说道：
你故意骗我去出差，然后钓鱼执法。你本来就不对，他出轨，反而是我不对了。你在我们恋爱期间出轨就没问题，我捉奸就是我不对了。你要是觉得我不对，你当初别出轨呀。我看你也不像好好搬出出租房的样子。我帮你挂了杜宇的电话，我直接拉黑，发信息给小房东。我现在搬出来了，跟杜宇通知过，要他3日之内搬离。我估计他不会乖乖从命，你叫你朋友过去收房吧。小房东立刻发来语音：苗姐，是杜宇那货出轨了，对不对？你等着，我叫秦瑜过去收房。为什么是秦瑜去收房？我没想明白，又是一个陌生号码打进来。我接通，电话里是张月哭着说道：苗苗姐姐，我没想抢你男朋友，我就是看你不在家，杜宇哥哥一个人太寂寞了，我帮你照顾他。跟杜宇如出一辙的无耻渣男贱女最好锁死。我冷冷地说道：杜宇我不要了，垃圾就该在垃圾桶里，你听清楚，3天还钱。把这个陌生号码继续拉黑。张月用他自己的手机号给我发微信：姐姐，我现在真的没钱，3天还钱。我对张月没别的话好说，与其说早就发现了杜宇的不正常，不如说早发现了张月不正常。我工作学习很忙，我怕自己忘记给张月生活费，叫他主动找我要生活费，但他只问我要了1、2次生活费，就再也没要了。我本来以为是张月真的不缺钱，只是没想到杜宇在其中做了什么。我想起张月大一时，我去她学校找她，她宿舍的人说她跟男朋友出去了。我也压根没想过张月的男朋友就是我的男朋友。从那次之后，我就没见过张月，直到今日别开生面的见面。我们已经有2年多没见面了，真的别开生面。我的男朋友跟我资助的女学生在床上，杜宇换了一个座机打给我：罗淼，你自己不住，你叫人把我赶出来，我怕你们2个动作太激烈，弄坏房东的房子，我不能辜负房东对我的信任。记得提醒张月给我还钱。他能穿蒂芙尼的鞋子，背蔻驰的包，穿香奈儿，不会还不起我的钱吧？同样是3天，不然我亲自上他的学校去要钱。你还有事吗？从大学起的恋爱，我从来就没想过杜宇会出轨，他哪里有钱？杜宇言语有些支吾：你这么咄逼人也不对吧？不用道德绑架我，你们都没道德，我怎么会有？不多，也就3万块钱，是他从高中起到大1的学费、生活费，其余一些零散的东西我就不跟他算了。说我咄逼人，我被人双重背叛，反而是我的错了。杜宇显然不以为他错了，他说：罗淼，月月那么柔弱，他才是那个需要帮助的人，你不就是因为他需要帮助才资助他的吗？我是资助了张月，可我没想叫他帮到他的床上去。3天内我见不到钱，我就去他的学校问问他的同学和老师，张月如此柔弱，他们是不是跟我的男朋友一样帮到了床上？我们分手了，你给我滚！我用力挂断电话。杜宇的厚颜无耻气得我浑身颤抖，憋屈了2天的眼泪终于掉了下来。手机不停地响起，杜宇和张月的名字亮起的最多。张月说：苗苗姐姐，你不要去学校，明天我就给你还钱，先不拉黑，留着收钱。杜宇不是打电话就是发信息，我看得烦，直接给他拉黑。手机终于安静了一半，小房东发语音问我：苗苗姐，你在哪里？我叫秦瑜去找你。我翻开未接记录，才看到秦瑜也给我打了10几个电话，发了几十条信息。我回复他在学校，秦瑜直接发来语音，用霸道不容置疑的口气说：你别乱跑，
我来找你，这人太霸道了。现在我进不了学校，回不了出租房，无处可去，我也没地方跑。没过多久，秦瑜的黑色丰田车在路边停下，上车，我坐进副驾驶，一边系安全带，一边问他，为什么我房东收房也要找你？房子算是我给你介绍的，你不打听一下房东跟我的关系？他是我堂弟，父母都移民了，他没移民，上学在国外，你不会一直不知道他跟我的关系吧？秦瑜说完，看着我明显不在状态，改口说道，你不是回学校跟老师做课题了吗？原来小房东是秦瑜的堂弟呀，怪不得房租那么便宜。我无奈地说道，突然想回去看看，结果看到这么大一个惊喜。秦瑜问道，那个跟杜宇在一起的姑娘，就是我看到的那个？我已经知道了。我有气无力地说，师兄，你带我去哪里？我看到了熟悉的网吧，熟悉的小区就在不远处，我也住这个小区。秦瑜开车进小区，不然这么多次跟你在小区门口巧遇，你不会以为我是有意为之吧？我没想过，兜兜转转又回到这个小区，我的心里百味杂陈。你叫他们腾房，他们就乖乖的腾了。我说受房东委托前来收房，杜宇和那个女人拿着东西走了，你还有东西在那边吗？我帮你拿过来。秦瑜在另一栋楼前停下，关于杜宇的工作，要开除他吗？工作里夹带私人情绪，合适吗？我跟杜宇分手了，他任何事情我都不在意，别人不行，你的事情我不能不管，不然你怎么给我趁火打劫的机会？我必须趁机刷好感。秦瑜带着我走进电梯，口气一本正经。电梯里只有我们2个人，他一本正经的口气说要趁火打劫，我无言以对。杜宇出轨的女人就是我资助的女生，我正在问他们要钱，那女生的衣服穿得比你都好多了，她需要资助。秦宇转头看向我，一副怀疑我智商的模样。我虽然不知道她穿的什么品牌，但多少能看出来，她一身至少小1万。她是个贫困地区的女生，那地区重男轻女，很多孩子上完小学、初中就不上了。我做过背调，确定她符合资助条件，我才资助她的。上高中的时候，她都一直在说会好好学习，长大回报学校，回报社会。没想到她上大学之后，用这种方式回报了我。我自嘲的苦笑，被秦瑜盯得又想流泪了。都说男人的嘴骗人的鬼，张月明明之前是个很朴实的姑娘，她怎么就变成了这样？你的初心是好的，只是她辜负了你。秦瑜丢给我2个冰袋，先敷眼睛吧。我轻轻嗯了一声，谢谢师兄。秦瑜的目光变得有些凶，我帮你不是为了叫你给我道谢，我只是想叫你别在不值得的人身上浪费时间，浪费你自己的精力。我已经跟他分手了。我被秦瑜的眼神吓了一跳，还是谢谢你，没叫我在外面流浪，客房是现成的，你放心住，早上我先送你去学校，再去上班。秦瑜说完，回到他自己的房间，反锁上门。第2天中午，张月给我发起一笔转账，给我留言，淼淼姐姐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要是有用，要警察干嘛？确认转账数目没问题。我立刻把张月和杜宇拉黑了，一堆垃圾，祝福他们锁死，收回了付出的钱。我的心情很好，导师一连看了我几眼，这么高兴，今天男朋友要过来接你。那个影响我工作和学习的渣男已经是前任了，男朋友出轨了，我怎么可能高兴吗？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好好跟着老师做课题，年底的时候，老师负责给你介绍对象。导师笑得很和蔼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导师自己都是个老光棍吧。
可惜他对我真的太好，我不好意思当面说他。秦瑜出现在我跟导师身边的次数变多了，他正式开始追求我。导师打趣我们，本来我打算年底给罗淼介绍对象呢，现在看来是不用了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秦瑜对我很好，可我还没想答应他。杜宇之前也对我很好，我们合租公寓之后，他承包了大部分家务，可他最后还是出轨了。老师，罗淼害羞，你不要吓到他了，反正老师准备好大红包就行。秦瑜说这话的时候，一直笑眯眯地看着我。我被这两个人打趣的多了，已经免疫了。学业为重，课题为大，奖金不香吗？你就是奖金太多了。秦瑜说道，等再发了奖金，你买几款理财产品，要么跟我凑钱一起买房，那就需要我跟老师一起多做几个课题。我手里的钱不够买房，我盘算了一下手里的钱，只够付一个小房子的首付。星期天我们去看看房源，或许有你买得起的。秦瑜是个行动派，周末就把我带到了售房部。淼淼，这么久，你去哪里了？杜宇看到我，一把丢开挽住他手臂的女人，快步朝我走过来。我朝那个一脸怒容的女人看去，不是张月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我没必要给你汇报我的行踪。淼淼，我跟张月没其他的关系，那天之后我们没来往了，我还是最喜欢你。杜宇没说完，那个满脸怒容的女人冲过来拉扯他。杜宇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他是谁？杜宇一脸紧张地把女人拨拉开。你走开，我们没什么关系，我跟你也没关系，我们早就分手了。我挽住秦瑜的手臂，我们去看别的房源。淼淼，我爱的是你，别人我都不爱。杜宇想来追我，他被人拦住了，着急的只想把阻拦他的人甩掉。他越急迫，我越觉得他恶心。秦瑜望着我们挽着的手臂，弯起了嘴角。好，听你的。女人跟杜宇拉扯起来，杜宇只能看着我越走越远，气得对女人破口大骂：你不要缠着我，滚开！你不说清楚，别想走。女人拉住他：你跟我说清楚，你不是要跟我结婚的吗？一地鸡毛的事情，我一点也不想管。强行拉着秦宇走了，坐进车里才松了一口气。恶心死了，他是怎么做到当着新女朋友的面说最爱前女友的？他怎么想的？我不知道。不过我有关注那个张月。秦瑜侧身给我系安全带。我收了房之后，张月回到了学校。他跟杜宇一直没分手，直到今天，听得我一阵反胃。这么恶心的吗？他们没分手，杜宇怎么？杜宇的骚操作很多，他不知道怎么得知了你在跟老师做课题，奖金很多，就一直在打听你在哪里。周末我把你带出来，本来是想躲开他，结果秦瑜伸手按在我的手背上。你需要一个合法的护花使者，希望你可以给我这个机会。女人跟杜宇从售房部出来，还在拉拉扯扯。后来张月不知道从哪里冒了出来，我从车窗玻璃上看到了杜宇慌张的神色，觉得莫名的畅快。好，秦瑜立刻发动了车，今天肯定能叫你买到心仪的房子，做我们的婚房。那三个人在我们的车后，距离我越来越远。渣男此后再也和我无关了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。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